现在也还有啊，有些对吧？也有些到了那个黑下来的。昨天还有人跟我打电话说，哎，我能不能这个，我那个什么申根签证到期了，我能不能从什么法国、西班牙我到德国来？我说这边现在边境都管得挺严的，可能进不来。就换了这些政府之后，就管得比较严了。其他国家也有黑下来的，并不是一个中国的问题。我还是奉劝国内的人啊，就是我是这样认为，不要把自己的国家看得那么不堪。每个大洲我都去过，最富的国家什么瑞士是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吧，对吧？它人均 GDP 已经超过10万美元了，比美国的人均 GDP 还要高。卢森堡我也去过了，很穷的国家，非洲国家我也去过了，真的，就是中国没有那么差。你看，你来到德国之后，或者来到欧洲，你也看见这边的基建到底怎么样了？可能没有想象的那么好啊。还有生活没有那么便利啊。还有另外一个，这边的生活成本你发现高吗？挺高。物价呀。对啊，非常高嘛，我觉得很高了。所以你来说说吧，你来说说你的感受。物价方面的啊，对。你比如说就是，反正我就是说我自己心里边测算了一下，大致就是我生活在中国的2到3倍，或者说如果你要想再享受一些服务的，比如说去按摩呀，去提供一些更多的服务啊，这种的美甲呀，或者说理发呀，你经常到外边去做一些这种人工多一点，那就得5到6倍，是吧？大概靠谱，对。对。所以说这边还是相对来说成本就是大致的来说还是高一些，但是水比较便宜嘛，可能好多东西就是说这种基本的原材料啊，水啊、肉啊这些的你买的量越多，可能越便宜。像那水，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它买的越大桶的它越便宜比那小瓶的还便宜。就实惠包装嘛，对，便宜些。所以对于我们这些旅行的人，可能就没有那么友好了。就是你要对于长期生活在这儿的人，你基本的你就到超市里买一些东西，回家自己做饭什么的，花不了多少钱是不是？对，你说的，但是也只是一个方面。就是很多人呢，只是讲到这个，但是还没有看到，其实，在这种所谓发达国家，他生活最大的开支，并不是你吃饭。对。还有很多其他，比如说在德国房租，是个很大的开支。是，然后还有就是你要变成你什么都会，有生活的小能手似的。你比如说你车呀有点毛病了，所以德国男人动手能力特别强啊。房子要出了点问题你如果请人来修的话，那就相当贵了。脱层皮，对，所以你自己就得什么都得会点是吧？动手能力强点，这样的人可能在这儿适合吧。你要想让天天让人伺候你，那可能那这个成本太高了。对，是。综合来看其实在这边生活成本挺高的。你不能光看我就是去超市1个月吃那点东西就觉得很便宜，但是呢，大的开支呢，比如说在德国是房租，它一般来说，特别是城市这几年房租涨得特别厉害。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知道德国人他自有房率的比例有多少？自有房就是自己买房，自己能够买房的人。这个我不知道，应该能达到1半吗？1半以上吗？你测算你估计1半是吧？1半以上。有点靠谱。在德国自有房率大概是45%。就是55%的人是租房的。你在街上看见那些100个有55个是租房族，别看他们那么潇洒，其实他们可以说没有什么所谓的财产。对，他们还就是说有一个感受，就不攒钱。对，他们没有攒不下钱也是。对，因为他们挣的钱就是那么多，然后交了很多都交税了，是吧？然后留下的这部分租房子呀，吃点饭啊，是吧？带家里边外出旅游什么的，剩不下什么钱了，对吧？其实我也在我的频道当中也告诉了各位，就是说，不管你在哪个国家，你做一个普通的那个工薪阶层，都是过活的那个阶段。在德国一样，你不可能说有很高的生活质量，因为它整个体系就是让你必须得消费，然后呢，你存不下钱。对大部分来说都是月光族，在德国也一样。比如说吧，房租大概现在特别是在城市，要到1/3到1半左右。1/3到1半的收入这是正常的情况。特别如果你是单身的话，
那就是你说的是税后吗？税后啊，哦，比如说你在德国税后是2500左右，嗯就是那个中位值，嗯是有工作的人啊，全职的人，在德国是2500欧元。哦那么如果是你在城市居住单身汉，你最少大概需要花1000欧元左右，你的房租啊、水电等等，哦，然后吃饭大概要300欧元左右一个人300欧元，300，就是不下馆子啊，自己做啊。然后呢，养车大概要可能300-400，大概是这个比例。然后还有理发，一个月理一次，大概30欧元左右。你的通信费大概100欧元左右。是，还有你还买保险呢，不仅是医疗保险已经买掉了，对吧？各种保险，但是各种其他的保险你还得买啊，对，你还得社交呀，对吧？所以最后其实大部分人呢是很难存下钱的。我在德国开过网商，我的感受特别深，因为呢，我原来在网上卖东西的时候，有的人拍了下来，可能就是20块钱的东西，我看他迟迟没有付款，我就问他，对吧？我说你怎么还不付款？是不是忘记了？然后他说对不起啊，他说能不能再等2天？等2天我发工资了，然后呢我就可以付款了。哇，是真的这样，有这样的人，他20块钱拿不出来，这个成本其实很高啊。一个是那个房租啊，还有一个是这个理发呀，另外一个打的的我还没有说呢。打的有多贵呢？打车有多贵啊？大概有我们国内的8个到10个那么贵。8到10倍，8到10倍，超级贵。所以呢，在德国，打的是一种很奢侈的行为，普通人是不会去打的的。所以你看，你来到这个地方，如果深度体验之后，你才知道，其实很多东西在我们中国可能根本就不用想的，但是在这里就变成一种奢侈的行为了。是。这种服务行业过得有点紧巴巴的那种，很紧，真的很紧，下馆子也一样。可能普通的工薪阶层1个月能下1次馆子就已经是不错的了。对，甚至呢，有的人好几个月都不会去下馆子。我也接触了这边的很多华人嘛，他们就是很多事情他们做的都是要计算、要节约，他们不像在我们中国或者亚洲那边的。他不用计划，他就是想，哎，今天去吃就吃吧，啊，是吧？外边打车就打吧，是吧？他们就得计算啊，你这个要花多少钱，那个要花多少钱，看超市里边有没有打折的呀，这些都要列一个清单，是心里要过一遍。对，我也能体会到，就是现在这边的生活可能就没有以前，是不是疫情前还好一点啊？就是说现在就俄乌战争了以后，是不是？以前也有这样的倾向，但是呢，现在就这几年因为通胀比较严重，所以这几年生活就更加艰难。还有我发现的就是国内2个的宣传，我觉得有问题，就是也与我们在海外生活一些人吧，他拍有关，比如说他去拍。德国超市啊，美国超市，你看食品多便宜，一升牛奶你看就几毛钱，比水还便宜，怎么样？其实这只是生活的支出的小头，但是大头那些他不说了。比如说你去理一次发，我就花30欧元，对吧？就人民币就250块钱了，就单减啊，连洗都没有帮你洗，这边都没有洗的，要另外加钱。哎，那我在帮你吹还要另外加钱。葡萄牙那10欧，他又洗又。华人不一样啊，华人不一样。如果你在白人那里，可能就不一样了。葡萄牙那儿便宜，我们这边一般都要20欧元以上，而且是便宜的啊。然后你稍微有看得上去稍微好一点的发廊，一般是30甚至40，你要看哪个地方。20真的是超级便宜的，而且还有小费，理发也要给小费。还要给小费。对。这边有小费文化。有。打的也要给小费。那一般理发给多少小费？德国的小费它是45入，凑一个整。比如说，如果是他是发廊是18欧元，那一般你给20欧元就可以了，或者你给19欧元，人家也不会怎么样了。就是他有这个习惯，你不给也可以，你抠一点不给也可以。打的也要给小费啊，你能够想象吗？想象不了。德国还是好的，就是凑个整。最变态是美国，美国给小费要大概给2成到2.5%，就是最变态，我觉得是美国，所以我不喜欢美国。
很贵。所以在德国很多东西啊，就是很多高支出的东西，海外有些人还是故意不说的，国内有些人是故意的，媒体宣传他故意可能是看不见这一面。所以总以为在国外生活高工资低物价，哪个地方有这样的天堂啊？如果是工资那么高，然后物价那么低，那人家资本家、企业主怎么赚钱呢？对不对？他也要利润啊，他怎么发高工资给你？如果样样都便宜，还有一个旅行呢，我发现也是一个宣传的一个漏洞。人家说，你看西方国家，哦，那个机票10欧元、20欧元就可以了。但是这是很特别的价格，而且一个小的行李它要另外收费，然后一个大的行李又另外收费，它卡得挺死的，它层收费呀。那个他要让你把这个装到那个框框去，对，你装不进去，对不起，您到那边去。是啊，另外付钱，对啊。然后他那个联航的机场很破的，很小，很拥挤的。我一看这跟这个大型机场完全是两回事儿。那肯定啊，因为它是不是那个停机费很贵啊。我就坐地上，我地上都找不着地儿坐，就那种。对啊，有人就是躺在地上啊，或者坐在地上，或者就像难民一样啊。所以说你便宜，你就只能体验这种便宜的这种服务嘛。而且便宜它是你要那个有特价，或者是你要提前，比如说几个月买。对。但是到时如果你那个行程有变化，作废了。如果你临时，比如说你今天买票，明天想飞，那就很贵了。对。在德国火车一样啊，也有优惠，但你得计划。你临时，比如说我从德国的柏林想过这边来，288公里或者290公里，你知道德国火车有多贵吗？你说。100欧元，也就是800多块钱人民币。哇。你想想看。而且不快吧？那个车不快呀。几个小时？5个小时？不是2个小时，它是这个高铁2个小时，但是280、290公里啊，2个小时相当于每个小时150公里，这个速度你看跟中国高铁也没法比吧？德国高铁其实很慢的，而且它价格特别高。你知道中国的那个物价之后，在德国你所有的花费都觉得根本不值，性价比不高，所以我在德国已经不知道多少年没有打过的了，不舍得啊。不是。真的不舍得。是。加上德国的公共交通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。是。所以我这几年不打的，我也能够出行。那你有车吗？我车也卖掉了，因为我住在市中心。然后呢，我过去买了车的时候，1年可能只开4、5次。然后那个车在那里放在那里，那个贬值，不开。所以觉得你是经常出国旅行的，可能也不太用。后来我就卖掉了，然后我把我的车位租出去，1个月还有100欧元左右呢。然后呢，我自己参加了汽车共享的项目。有这么一个项目。有汽车共享，我是会员，然后呢，我每年我交50欧元的会费。然后你需要那个车的时候，你就提前在网上你预定就可以了，一般都有。所以能够保证我有急事的时候，我也可以有车可以开。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连车我都没有了。尽量压缩自己的成本，其实也挺对，因为你放在那里也没必要呀。一个是你买车有成本，对吧？你养车有成本啊，有那个保险啊，每年有保险啊，还有税呀。我在国内，我有车，但是我们北京我们摇不到车牌，就是这个。那个很贵的，对吧？如果你要那个车牌，要买，买不了，在北京是买不了的。你只能看你的运气，对吧？看运气，但是现在运气很低。我用外地牌的话，我其实很少开，我也给它卖掉了。我觉得在北京这样大城市，真的需要车吗？对吧？在大城市是不必要，一线城市不必要。小地方还是需要的，我觉得就是，除非你是上班，离那个住的地方比较远，对，需要。对，养车的成本其实很高的，人家计算了，在德国养车的成本，买车你要存钱呢，比如说几万欧元，对不对？这个钱，然后呢，你买了车之后，这几万欧元是一天一天在贬值的，这贬值的这个值你要加上去，相当于养车的成本、汽油、保险还有税。全部加起来之后，每个月你看我的手是吧？我的手是那个有残疾，
然后每个月大概可能要400-500欧元，普通的那个车。如果你是豪车，那个成本就更高了。中国你要买个大众的那个400-500块都没有啊，就每个月的开支啊，开支很不高。像大众的这种品牌的车，维修起来特别便宜，零件啊什么的都到处都有。但是你要想，人家一个月是2500，你光是养车就500了，你只剩下2000了，然后呢，房租又1000了，你只剩下1000块钱了，你还要吃饭呢，还有其他开支呢。其实，所以我就说了，这个大部分人其实都是月光族，在哪里都差不多。来到这里1-2个月之后，你对西方觉得还是像原来那么美好吗？还是觉得哎呀，还是不是像我原来那样？我以前也没有觉得多美好啊。我来之前的话，你知道吗？那个别人都说，哎呀，这边可乱了，你可得小心点。你看我还买了这个，就是别的腰上的包包，我把护照啊、钱放在这里边。这是明智的。真的有这样的情况。然后还买那种线，就是这个，就是我拴到胳膊上，我怕到时候别人给我偷走了。绳子拴到这儿，但是这个没用。然后人家说你这个得小心，我都把这个我的名字啊什么的写到这个上面。手机的那个锁屏那上面，我都是怕到时候手机丢了什么的，别人捡到了可以给我打电话。都做好了充分的很小心对，然后平时也特别注意啊，到那些陌生人的地方要小心一点啊，别到时候惹一些麻烦。现在在欧洲的城市确实治安不好，小偷比较多，特别我听说在什么罗马呀、巴塞罗那，我都没敢去。意大利、巴黎也挺乱的。还有德国一些城市，法兰克福啊、汉堡，我听说小偷也挺多，科隆也是一样。所以还是要小心，特别是你是护照，我觉得是最重要是护照。你丢了钱无所谓，我认为相对来说啊，但是你护照丢了就很麻烦。所以说都是随身带着的。对，这是明智的。所以说这一圈下来的话，跟我的印象比的话，首先我未来我可能还是觉得对于我来讲啊，亚洲东南亚地区，那些国家我还是比较喜欢的，它符合我的一种想法理念。虽然说我觉得中国也有一些问题啊，对，我的频道里也经常讲一些中国有一些出现一些经济上面的问题，所以说未来我可能也会考虑到亚洲其他的地方去。我觉得亚洲人最适合的还是亚洲的那种环境，是的，对吧？饮食啊，文化呀，饮食文化，对，而且在这里，因为你才来这，还可能体会不深。其实，在这种以白人为主的国家，我们作为少数人群啊，在这里有一种隐性的那种种族歧视的，有的，隐性的。我提到过这一点，在我的视频里边，因为我发了一些那个所谓的一些小软件上发了一些照片，其实跟在亚洲发的是同样的一个照片对，没有变化过，但是在那边呢，给我的反馈非常好在这边就不行，很冷漠，他们说就是那是由于你这个个人条件不好啊什么的，不是啊，我在亚洲为什么他能挺受欢迎啊？你是同志吗？还是什么？同志的，同样的照片我都没有换这是一方面，对，然后人家有的人就是因为他还是对亚洲人有一种刻板印象的，就是长期来可能亚洲以前来的这边的人是打工的呀，那种就是是比较瘦小啊，是吧？做底层的工作啊，体力活啊，他们就像我们对于印度人也有一种刻板印象，我们对于非洲人也许也有一种刻板印象一样。对，大多数人还是不能接受，有这种黄热病的人还是少数的，是吧？他们生活久了以后，我也认识的那些华人，他们也都找了当地的一些白人结婚了，也有，但是得生活一段时间以后，你逐渐适应了，才能够初来乍到的，你不可能跟他们直接就打成一片，是混在一起。而且一个人群当中，总有一些，比如说他特别喜欢亚洲人，有这样的，对，一般比较老一点的，年龄大一点的，身材臃肿一点的，
为主哈。也许有的没有碰到吧，反正我见到的很多，我自己熟悉的朋友圈的，很多其实年龄都相仿的，也就是那边的年龄很小，然后呢外表也还是挺帅的，对，所以这也是一种刻板印象。其实你真正深入之后才知道，其实很多年轻的他也会喜欢，是概率的问题吧。我还旅行的过程当中，我可能接触的还不深不全面，对，我只是蜻蜓点水，好多深入的我没有接触。照我的了解，我发现在欧洲最能接受亚洲的应该是荷兰人。哎，对对对，是的，因为他呢有殖民地，印度尼西亚是他们的殖民地，他们特别多的那个印尼人在那个荷兰。我去酒吧，他们还没进那个酒吧门口呢，人那个荷兰本地的白人就跟我打招呼，特亲切。他也不知道我是美国人，我就让他猜，他对亚洲人他看起来都一样，他猜我是印尼的、泰国的，对，很少猜中国的，对吧？最后猜你可能是香港的、新加坡的，就是没猜到是中国的。哎，一样的。对，就像我们看白人一样，我们觉得长得都差不多，也看不出来是具体哪个西欧、东欧、南欧、北欧的。好吧，这次呢，小叔来德国，然后我真的很巧，刚好呢，我也在德国，因为这几年我自己的家庭有些变故嘛，因为我父母的原因，所以我经常是回国去的。我一年大概有半年左右在国内，然后呢，我自己在德国呢有花粉过敏症，整个春天我就不能待在德国，所以我这段时间也会逃离德国，相当于逃离啊。我真正在现在在德国时间很少。然后你那天联系我说，你现在来德国了，怎么样？我们一直其实都有这个见面的想法，但是一直没有那个机会。所以呢，我们联系上了之后，我知道他在德国之后，我说我们总得见次面吧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我就把我的行程告诉你，你也把行程告诉我。我们现在最后呢，达成一个相当于什么折中的方案吧。我们在这里见个面，在汉堡，我专门从柏林过来的，今天。是特地专程赶过来啊，对，所以我要感到非常的高兴，而且以前我还看过他很多的节目，是他的粉丝。哎呦，是，赶紧拥抱一下。好，非常感谢啊。好。那祝你在欧洲玩得愉快。好嘞。你下个去东欧，可能去捷克或者是去匈牙利。哎，可能吧。捷克，匈牙利很漂亮，捷克也很漂亮。捷克也很漂亮，对。如果是我去，我可能会去匈牙利。那个匈牙利那个城市真的很美。很美啊。对。布达佩斯吗？布达佩斯，对，很美很美。